在这里开始就杀过去，还是……这里距离无双城还有几处关卡？第一次来，最后一道了，过了这儿就是无双城的城门。来了那么多次，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儿。无双城，地位一天比一天差，马架子一天比一天大。兄台，你也是来做生意的？虽是生意人，做的都是江湖人的生意，一不小心掉脑袋的。我是个武器商，城里有座月霞铁匠铺，订的皮锤魂弩，这次来取货。巧了，我也是。有缘。有缘。来了来了，有人来了！终于来了！撤！论武堂，问道四剑。这问道四剑，在无双城中很有名吗？哎，无双城论武堂年轻一辈中最厉害的4名剑客。据说呀，论武堂的剑长老专门挑了4名年轻弟子，分别代表剑道当中的轻、重、急、缓，想通过观察他们这4名年轻人的成长，创一门可问剑道之巅的剑法。所以这4个人被称作问道四剑。原来如此，剑长老的大名我倒是听过，这问道四剑听起来也有几分意思。吁！哎，图谋不轨这人长什么样来着？腰佩长剑，脸上还戴着面纱。在那里。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中间那小子，你留下，其余闲杂人等速速闪开。兄弟，惹事儿了？无妨。有劳兄台帮我带下吗？不是我。行。你来无双城是做什么的？订了一把弩，到这里来取货的。可有人说你是来这做坏事的？谁说的？无双城城主大弟子卢玉宅，他拦我的路，想试试我手中的剑，我没同意。这便是无双城所说的图谋不轨。你不同意？那他怎么说？你把他的枪给弄断了？想要断他的枪，还不必出我的剑。那我们呢？一起上。有几分意思。甲胄叶无袖。轻。重。急。必是此时。缓。轻重缓急，剑之4道。你有意见？剑之道，不可固步方寸之间，否则遇到真正的高手，就会一败涂地。什么真正的高手？我，便是真正的高手。你
你们的师傅让你们练这道剑法，不知是让你们问道，还是借你们的手问他自己的道。剑长老明知道我们练的这问道四剑，在真正的高手面前会被一击击溃，却仍让我们钻研此道，不是想我们成为高手，而是想借助看我们的对决来提升自己的剑道。胡言乱语什么？问道四剑败了，而此人居然连自己的剑都没有拔出来，难道此人的剑术真有如此精妙，还是说问道四剑徒有虚名啊？啊！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方才是我轻敌了。江湖之上没有轻敌，因为你活下去的机会很难有第二次。他是什么时候又将剑夺走的？小心一点，别让剑划了。这柄剑还算锋锐，就这么轻轻一划，可能会把你的脑袋给划掉。还是没有遇到知道我拔剑之人。至于我们，若剑长老从一开始就是借我们之手问他自己的道，那我们这么拼死拼活的，又算什么？我们在刚才的对决中损耗不小，原地养精蓄锐也是无可指摘。影响城中之人，有人要闯城了，敲鼓！是。何人大胆，敢闯我无双城？天下无剑城，少城主卓越安，问剑无双。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无耻！你用的功法类似于乱神诀，特地勾起我心中杀念。虽然你拼命的克制，但是我只看了一眼便知道，你身上充满了血腥气。你不是个剑客，你这些年做的应该是杀人的勾当。剑到风云处，笑看云起时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老城主的剑法依旧这般写意潇洒呀。可方才我与他对过一剑，以那一剑来说，他的剑术不至于如此不济。果然是师傅在剑路当中的修炼初见成效，让他的剑术更上了一层楼。你仗着众人无法看清，竟然是鬼道行径。你一路东行，藏剑不动，便是在养一股剑气。当你的杀气盖过剑气，剑势尽泄，就不负方才之勇了。小人，道是你父亲寻找的东西，而我只求胜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论道。道，确实是我父亲时常念叨的词。
亲，何为剑道？所谓剑，是指剑术剑法。一柄剑可以炼制多强，从能敌10人，到能敌100人，最后敌1000人，甚至敌10000人。我们这些剑客便日复一日修炼手中之剑，就是希望可以将它炼至最强，能与天下敌。我觉得我的剑已经练到了他所能到的最强，若想再前一步，便得悟道。那道又是什么呢？曾经的昆仑剑仙说过，他的剑法有3重境界。第一重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2重则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3重便是看山仍是山，看水仍是水。啊！爹爹参悟许久，也无法明白其中含义。但爹爹认为，所谓道，便是一个拔剑的理由。原来有些道是要在将死那一刻才能悟出来的。一生中的最强一剑，或许只有出1次的机会。可惜，无法再保护你了。我方才说过，无双城的人没有资格提起我父亲的名字，尤其是你，什么流水星云，破；什么宗师气象，破；什么天下无双，皆可破。此刻你杀得越凶，你便输得越快。败了，你想要我用杀人术，可我偏不用。今日我便用剑胜过你。是他，你认识他？暗河执三鬼，苏沐雨。暗河，若真是暗河，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了。剑长老，此话怎讲？难道说无双城与暗河还有什么牵扯？而且还与无剑城有关？城主不必多问，都是些过往事了。啊，师傅，剑仙有些控制不住了。他只是看到了值得一战的对手，想要与其一战。只可惜你尚且年幼，不然这样的对手确实值得一战。师傅，那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安静下来。小无双，待你长大之后，一定要带他去找值得一战的对手。老城主，这是要败了。他本就应该败了，只是这一败，晚了10几年罢了。若是当初败了，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。可今日败了，他便是真的败了。来了，老城主最强的一剑，成剑上九天，龙吟落黄泉。
应是你落黄泉。结束了。玉如意，沈一，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不必啦，我不饿。忙了一日，怎会不饿？我今日啊，特地问了隔壁宅子的王姐，原来我昨日那道菜啊少了一味调料，改善下便好了。苏沐雨，你每日上街走走路，买东西，还要帮我挑药材、煎药，已经很辛苦了，不需要再多余做饭了。沈一每日看诊才是辛苦，这些琐事就交由我来做吧。啊。苏沐雨，为什么你的剑法练得这么好？因为但是面却可以做得这么难吃，我不吃也罢，毕竟是你的心血嘛。我明日出门买桂花糕补偿生意，然后再问下王姐。苏沐雨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？好，何事？答应我，放过王姐，也放过我。多试几次，总能成功的。练剑也是如此。这碗面，生意还是先别吃了，等明日。为什么江湖之上人人练剑，但剑仙就那么几个？这世上有那么多大夫，为什么偏偏我是神医？因为天赋不同。苏沐雨，有的事情不能强求。我初练剑之时，也有几分笨拙。说不通了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陈家大娘送来的鸡，她知道我在跟王姐学厨艺，特意送来练手的。既然天命所归，那便由我来露一手吧。我跟我师傅学的药膳鸡窝，如何？好香啊！吃起来啊更香。尝尝。好。没想到神医这么会做饭，这段时间是我献丑了。不会做饭，不会做饭，我呢就只会做这一道菜，是小时候啊师傅教给我的。只是后来每次一做，我都会想起他，但每次一想到他，我就会很难过，所以后来就不做了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我的手艺啊还是如此精湛。抱歉啊，神医。这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，我现在都这么大了，难道还看不开这点小事儿？
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。就算是神医，也没有办法。方才我做饭时，才发现自己已经不难过了。再次想起他，心里是温暖。哇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剑饼啊！太好吃了，松雨，快，你也快尝一块。这都等老半天了，都等这么久还不出来呀？这个好了。你怀孕了？怀孕了？什么？我还没成亲呢。骗你的。你呢？是最近肝火太旺，去那边排队，一会儿让苏公子给你拿点菊花茶回去泡泡。好。唉。粘着我腰来了。哎，牌子上写了，1日接诊30人，今日名额已经满了。想要看病，请明日早些再来。这位白衣公子看起来也很是俊秀呢。许久不见了，谢先生。今日不看了，你们拿好今日发放的木牌，明日按照顺序再来排队。今日怎么这会儿就不看了？这个人啊是来看诊的，他得了很严重的传染病，若是你们再不走，染了病可就不好喽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，走。这位乃是山前书院现任院监谢轩。如见仙，我来此地看书，察觉城中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，便想着来看一眼。你就是那个从来都没有练过剑，但第一次拔剑就拔出了剑仙之姿的如剑仙谢轩。久仰，我药王谷神医白鹤怀，新百草的小师叔。辛先生的小师叔？对，童叟无欺。我和司空长风平辈，司空长风乃是辛先生的半个徒弟，那神医比我足足高了2个辈分，我得喊你一声师叔祖。失敬，见过白神医。嘿，原来这么了不起的吗？没想到还能在南安城遇到谢先生。先生来此，是特地前来找我的吗？想知道你来南安城的目的？不是为了杀人。那便无事了。难得见面，不如留下来吃顿饭。难得见你笑一次。客官，慢用。姑娘，来份刚出炉的桂花糕。看姑娘面生，是来南安城玩的吧？不，寻人。哦，寻人。你慢用。
采撷无缺日，烹饪有秘方，做菜如练剑，一窍不开，窍窍不通。所做的东西，自然不可视，不可闻，不可食。哇，好香啊！没想到如剑仙居然还是位厨神啊！不是厨神，只是看过的食谱多，去过的天下多，吃过的美食多，会做的自然也就多了。所谓食道，讲究很深。愿闻其详。苏沐雨、谢轩，你们俩改行了？李城主，城主，城主，这位姑娘便是雪月城的二城主李寒衣。雪月剑仙，想必你就是当时负责医治暗河大家长的神医了。没想到就这般年轻。你就是那个创出了夜袭花尘剑法，能一剑引来漫山茶花的雪月剑仙。是。你手中的这个就是藏于昆仑山之中，能一剑动出天边晚霞的人间第一寒剑铁马冰河。这剑如何，得看握剑的人如何。我怎么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呢？传说中的月溪花尘，该是怎样的人间盛景啊？能否让我一饱眼福？神医，剑仙不会随意出手，他们一出剑，便能引来满城风雪。是，我不会随意出剑的。可是我遇到了你，或许我会随时出剑。你们不是朋友吗？我们曾一起对战过魔教教主叶鼎之。至于朋友，江湖上没有人想成为暗河的敌人，亦没有人想成为暗河的朋友。我和李城主的关系很亲近的。我乃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你家三城主司空长风，曾在我药王谷中学艺，算是小百草的半个徒弟吧。说起来，这司空长风得叫我一声师叔祖。神医还真是活学活用啊。没想到神医这么年轻，竟是药王的小师叔。如假包换，失敬了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就是辈分太高了，搞得大家都以为我很老实的。其实啊，我阿娘是镇西侯府世子妃温洛玉的亲姐妹，你家大城主百里东君是我表哥。师兄是你表哥？我们是一家人。你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，走。嘿。好香啊！神医的酒量很好，自然是海量，而且这酒啊很好喝的，有一股桃花香，还很甜。桃花香，是望城山的一位朋友来看病时留下的，说是他的掌教师弟所酿。他的那个掌教师弟的剑法，如今啊在江湖上传得神乎其技。虽然他的剑法我没有见过，但是他这酒确实酿得不错。这酒好喝，好喝。李姑娘虽容颜绝色，却冷若冰霜。
好似对什么都没有太大的兴趣，还以为只会说一句还好，没想到竟会直接的夸赞。看来这酒啊是真的不错。饭菜都齐了，吃饭吧。我知道李城主为何来此。放心，暗河来南安并无任何目的，只是神医在钱塘的居所被知道了，所以换了南安居住。而我需要神医的医治，便跟着一起来了。那日在九霄城相见，我以为就算不能如你所说解散暗河，但暗河新的大家长会是你来做。可是到了最后，是苏昌河做了暗河大家长，而你却来到了南安城，远离了暗河。这不仅不是苏昌河答应我的结局，还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结局。李城主对昌河的偏见还是很深啊。偏见？谢轩说过，你那位好兄弟，虽不是这世上最恶之人，但一定是这世上最讨人嫌之人。脸皮之厚，世所罕见，千古绝唱。千古绝唱还能如此用？你有点喝多了。这都是他的原话，我只是复述。堂堂雪月剑仙，竟然在背后说别人坏话。更糟糕的是，另一个说我坏话的人，好像也在这儿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长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河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河，
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令箭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宋梦远，你去做安和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3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 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100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做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 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我快死了！17号。 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哀怨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寻觅挣扎痛的憋气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。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缀着谁能趟破黑暗的河。 我也在。一双唯一电光，心尽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 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也没什么问题。回库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
理会如彼岸中纪念雄伟一点光清净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。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。63号。谁惹了木丘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刀剑不血，勾手皆背，举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压入绝处。我为尔。要破八戒阵，唯有牺牲1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
出剑之口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！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待定着。你把手放开！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谁先了？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
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使用外道，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，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，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，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后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
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这，宇哥。 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 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 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 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。 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，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的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。 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，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。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。 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 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既是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。
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木鱼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之。下。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校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，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
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秀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灯的筒子。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。
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，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，乃是18剑阵。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爷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回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的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下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。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，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
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史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，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道精明。